在拜登上台后，虽然在大方向上还是保持了一贯的恶化态度，但是为了显示出与上一届政府的不同，拜登在上任后提出了许多全新的基本外交原则，发表了许多关于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的斗争言论。毫无疑问，这些言论就是冲着中国来的。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想象，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出现了反超，每一个举措都会影响数百万美国人的未来。在此基础上，连续2届总统才会决定对抗中国。但无论是军事领域也好，经济领域也罢，当下的美国都无法直接的对中国形成有效的威胁。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该怎样过还是怎样过。为此，台海问题就成为了拜登手中的王牌。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白宫日前宣布称，拜登意图在12月9号到10号线上举行虚拟的民主峰会，同时大约在1年后的时间里还将举行第2次峰会。不过，第2次将会以面对面的形式，而此次峰会一共会有3个主题：其一，反对专制；其二，反腐败；其三，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就拜登当前表现出来的意图来看，就是美国恶华又已出招。这次峰会无异于强行将世界各国界定为民主和非民主或专制国家，而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将世界各国分裂开来。因为美国对于国家制度有一套专门的解释，就比方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西式多党制选举，但他们常常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称为专制国家。不过这些都与中国无关，与中国有关的是这场会议台湾也将参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周美国众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上表示过，将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为此，在8月12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紧急发声称，中国绝不允许台湾参加，但是也有观点认为，这反而是一件好事。美国这样勾连升级下去，就注定了中国与美国之间要因此斗上几场。我们无数次警告，如果美台勾连越线，那解放军的战机随时就有可能会飞越台湾。这一警告带着非常强的震撼力，且操作空间也很大，这将清楚无误地宣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能够压倒美台之间各种阴谋诡计以及各种文字游戏，同时也是对台海形势的走向做出了十分明确的指导性。一旦做成，必将翻开中国彻底主宰台海局势的崭新一页。但话又说回来，要走到这一步的话，就必须要一次特别的危机。所以此次拜登邀请台湾去参加民主峰会，就完全是一个好机会。近期来，美国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怎样对抗中国上面，而忽略了处理国内的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由于疫情的影响，导致美国经济迅速下滑，而拜登政府为了能够解决疫情带来的经济困难，就开始大量的放水式印钞。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我们都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出现大面积通货膨胀的现象，而美国很快也迎来了这一难题。从5月底开始，美国境内就出现了通胀的显现，这也意味着美国很可能再次出现金融危机。不过拜登政府所要面临的困难不止这些，随着新冠变异病毒近几周在美国的蔓延，美国经济再次受到冲击。近日，美国46名共和党参议员共同发表联名信，称不支持提高美国联邦债务上限，因为这样的举动很可能导致美国财政部最早在下个月发生债务违约。而截止8月12日，美国联邦目前的公共债务赤字余额达到了28.6万亿美元。看到经济大量下滑，美国财政部长似乎已经坐不住了。据彭博社相关消息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进行访华。如果这次的访华成功的话，这将是拜登上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第3次进行高官对话。报道称，出于疫情病毒影响的原因，目前耶伦访华的计划还尚未确定。不过，按美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他们放出这样的信号，很可能访华的重点任务在于解决美国国内的经济，协调中美2国之间的贸易问题。有相关分析人士称，美国为了能够维持自己的霸权在全球的滥用和维护全球地位，不断的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制裁。如今遇到困难后，却想着让中国帮忙，让我们拉他一把，便宜占尽，坏事做绝。天下哪有这样好的事情等着你美国来做？想打压的时候打压，想合作的时候合作，中国可不吃你这一套。如今的时代已经变了，不再是那个美国可以一手遮天的时代了。想要呼风唤雨，那必定是不可能的。希望美国能够早日认清局势，不要一味的和中国对抗。或许等到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救美国的可能只有中国。美国内心一向都是很狡猾的，我们应该明白，只有牵扯到利益的时候，美国才会结交所谓的朋友。但是如果没有了利用价值，他们必定会一下甩开，翻脸不认人。虽然说想和中国合作，可以帮你们一把可以，但是我们也应该提出对等的条件。或许这就是压住美国的一个契机。
一直以来，日本同周边所有邻国关系都不好，所以日本自认为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心，所以竭力要拉美国入局。而这次两个邻边大国的可怕动作，让日本玻璃心又碎了。在9日，俄塔斯社报道称，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天宣布，计划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新建51座军事基础设施。消息一出，很多日本人都气急败坏，甚至有人喊话，俄罗斯要为此付出代价。当天，一些日本民众还到俄罗斯驻日使馆附近示威。对此，俄罗斯回应，这些有组织的挑衅是因为日本政府在纵容，日本政府不敢作声，拿民众当挡箭牌吗？此外，日本产经新闻也报道称，这是不可原谅的暴行，声称俄罗斯侵犯其主权领土，为了归界俄罗斯，有必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同时，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系教授中村一郎也刊文愤怒表示，北方四岛正被恐怖俄罗斯袭击，日本完全被小看了。虽然日本民众很气愤，但是日本政府还是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有趣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南千岛群岛归属这是俄日之间的问题，但中方始终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尊重，日本应该坚持履行。之前我们几乎很少用偏向哪一方的称谓，现在称谓发生了变化，真是好一个补刀。中国的态度的变化也让日本感到有些可怕。日本 JP Press 网站刊文称，中俄准同盟军演最终剑指北方四岛。该媒体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举行一场可怕的西部联合2021军演。如果日本同意在本土部署美国中程导弹，或者日本决定进入台海局势，中俄都可能联合出手夺岛。这真是被迫害妄想症重度患者，因为心虚，以为谁都想害他。事实上，日本一直有极强的危机感，是因为有自知之明。日本为了和美国绑上一辆战车，不惜引狼入室，出卖本地区利益，搅乱地区局势。迄今为止，日本政客和社会都不愿正视历史，继续无视国际社会公认的二战结果，这也是日本和所有邻国关系不好的主因。然而，日本还在继续逆历史潮流而行，终究会再次历史重演。日本还缺邻国们一个历史清算。美军于11日凌晨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试射一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方面对此解释，试射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洲际导弹发射系统的战备状态是否正常，以及给美国盟友提供安全感，让盟友相信美国的核威慑是安全可靠且有效的。一直以来，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都是作为遏制苏联核威胁而存在的。尽管美方这次给出的理由是检验，但在当下这个敏感时刻，明眼人都能看出美国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值得一提，就在美军试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后不久，美国负责运营美军所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指挥官迈克尔·卢顿呼吁中美两国就核武器进行对话。对话能使我们传达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外交目标，同时了解中国的国家安全或外交目标。卢顿用这样一句虚假的话隔空喊话中国，在分析看来，无非是想在核军控议题上和中国对话。但不得不说，美国选择了一个极其错误的方法，前脚发射洲际导弹，后脚希望跟中国就核武器问题进行对话，这不就是在通过外部施压威胁中国，逼中国上谈判桌吗？这段时间以来，美国接连从多个方面想让中国进行核裁军，其中包括炒作中国在秘密扩大核武库，试图营造出一种中国威胁的紧迫感，以逼迫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联手向中国施压。可中国吃这一套吗？第一，中国核力量一直都是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第二，从拥有核武器的那一刻开始，中国就积极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接连想逼中国销核，说到底就是担心中国威胁到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害怕被中国替代。真要销核，身为核武器大国的美国，难道不应该做个榜样？话说回来，美国一边采取硬措施逼中国上谈判桌，一边采取软措施，一副愿意通过对话的方式处理核军控问题的模样。一硬一软不过是双管齐下逼中国核裁军。美国到现在都贼心不死，可有问过俄罗斯的意见吗？这场游戏的参与者可不止美国和中国，还有俄罗斯。美国迫切的希望中国销核，就是想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核国家。而俄罗斯作为世界核国家之一，美国想独占鳌头，俄罗斯怎么可能同意？要销核，除非英法等西方国家一同参与，否则俄罗斯第一个不答应中国参加。此前，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核军控问题谈判，俄方就曾为中国护驾，表示让中国加入谈判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中国完全有理由拒绝。